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喺度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今期咧，我會分析減息後對黃金、白銀嘅短期同埋長期嘅影響喎。仲有喺今年內咧，全球可能會瘋狂咁搶購黃金同埋白銀添。究竟點解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Gold West Advisory 行政總裁 Swastick 表示：我哋正處於獨特嘅時刻喎，投資者面臨最大未知數係經濟放緩嘅程度同埋聯儲局需要減息嘅幅度。呢個咧係好棘手嘅。喺勞動市場日益疲弱同埋通脹持續嘅情況下咧，大家普遍預期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降息0.25厘。結果喺星期三，聯儲局公布議息聲明啦。委員會以11對1票議決減息0.25厘，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介乎4至4.25厘，符合呢個市場預期嘅。不過聯儲局預測經濟增長同埋失業率下降，卻在降息。呢個喺經濟衰退時間咧係常見嘅。標指昨日創下歷史新高。該指數今年至今咧已經上漲近13%啦。一啲華爾街分析師擔心呢一切睇起嚟咧都係泡沫化。9月20號各項指數印記，美匯指數報97.67，道指報46,315點，標指報6,664點，納指報22,631點，黃金報3,686美元，白銀報43.13美元。鉑金報1414美元。喺呢個日益不確定性嘅世界裏邊咧，投資者同埋新手咧尋求資金安全嘅避風港喎。投資者將黃金、白銀納入投資嘅組合。請大家睇到最尾喎，我會分析為何全球喺今年咧將會瘋狂搶購黃金同埋白銀。我哋睇下今次減息帶俾我哋一啲乜嘢訊息先，包括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內，11位有投票權嘅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都支持減息0.25厘，只有總統特朗普嘅心腹剛上任嘅理事 Stephen Miller 投咗一個反對票，原因呢，佢支持減息0.5厘。鮑威爾喺記者會上表示，對勞動力嘅需求呢已經減弱。近期就業增長速度咧，似乎低於維持失業率穩定所需嘅平衡點。我已經不能再說勞動力市場咧十分穩固啦。最新反映官員對未來利率走勢嘅預測嘅點陣圖顯示，今年底聯邦基金利率為3.6厘，意味住今年咧仍將再減息2次，相比6月預計嘅減息次數咧增加多1次。明年底利率咧為3.4厘，意味住明年減息次數為1次，再到2027年底嘅利率預期為3.1厘，即減息嘅次數咧同樣係1次。經濟數據方面，對於本年底核心個人消費支出 PCE 物價指數嘅通脹率預測維持喺3.1%，而明年咧即由2.4提高至2.6%。有趣就係，雖然聯儲局咧承認呢個經濟同埋就業增長放緩，但卻同步上調咗今明2年嘅經濟增幅預測0.2個百分點到1.6同埋1.8%。喺維持今年嘅失業率預測為4.5% 不變之餘咧，更係降低咗明年同埋後年嘅預測0.1個百分點，分別降至4.4至4.3%。大家應該要注意喎。聯儲局預測喺未來1至3年咧，失業率仍然高企嘅，同埋經濟放緩添。其實鮑威爾會後記者會中表示，呢次減息咧可視為風險管理式嘅行動，目的咧係在於防範經濟大幅放緩，但並不代表美國進入長期減息嘅週期。
喺聯儲局公佈減息0.25厘之後咧，美元咧繼續走弱喎，即將突破自2008年以嚟咧形成嘅通道模式。呢個預示着新一輪嘅熊市嘅開始喎。從昨日18號開始，呢個走勢咧可能終於開始顯現啦。呢個對貴金屬市場咧影響係重大嘅，因為美元對貴金屬嘅市場咧走勢相反嘅。上圖顯示，下一個關鍵確認因素將係收盤價決定性地跌破7月1號嘅低點形成嘅96嘅支撐位喎。呢一點咧係至關重要嘅，因為水平嘅支撐位通常比對角線支撐位更有份量。如果跌破該支撐位咧，將預示着下一輪大幅下跌嘅開始，並伴隨波動性大幅上升添。下圖顯示，昨日嘅下跌咧，使美元指數即將突破自2008年嚟咧長期上行嘅通道。呢個將係一個關鍵嘅信號喎，表明美元正在進行新一輪嘅熊市，類似於21世紀初嘅熊市喎。呢個將對黃金、白銀同埋大宗商品極為有利。假設出現呢種嘅突破咧，下一個需要注意嘅支撐位就係90啦。該水平咧由可索至2008年嚟多個峰值嘅低點形成嘅，即使成為關鍵且長期確立嘅水平，可能咧會好似磁鐵一樣吸引指數走向90嘅下方。跟住就講下聯儲局減息0.25厘之後，預測黃金短期同埋長期嘅走勢啦。首先，短期嘅影響。減息會降低持有非孳息資產如黃金嘅機會成本，並可能削弱美元嘅匯率，從而推升呢個黃金嘅價格。歷史數據顯示，過去32次嘅降息中，20次喺首個交易日都上漲嘅。每0.25個百分點嘅減息通常會引發黃金價格上漲3至5個%，因為投資者轉向黃金避險喎。喺呢次減息後黃金價格出現雙向嘅波動，部分歸因於短期獲利回吐，但整體嘅趨勢仍然向上嘅，已觸及3697美元嘅新高。然而，若市場預期已充分消化此波動可能會導致短期回調嘅，尤其是投機嘅買盤湧入。總體而言短期黃金價格預計上漲嘅，但波幅較大。跟住長期嘅影響啦，長期嚟睇，減息信號鴿派轉向，有利黃金作為通脹對沖同埋貨幣貶值嘅避險工具。若減息刺激經濟增長，避險需求或減弱嘅，導致價格回落。但若地緣政治不穩或聯儲局獨立性受質疑，黃金可能進一步上漲，甚至達到5000美元嘅水平。此外，美元長期走弱同埋低利率環境將持續支撐黃金嘅，預期價格維持上行趨勢，但需視乎整體經濟而定。跟住做到預測白銀短期同埋長期嘅走勢啦。短期影響，白銀同黃金係相似嘅，受減息嘅影響，且作為工業嘅金屬，也受益於經濟刺激預期。喺呢次減息後，白銀價格小幅回落至41.84美元，顯示短期獲利了結嘅壓力。而減息嘅預期已推升白銀至近14年高位42.78美元。短期內預計反彈嘅，因為利率下調同埋貴金屬呈反向嘅關係，白銀波動性高於黃金，可能出現更大嘅漲幅。如果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可能抑制工業嘅用銀嘅，如電子同埋光伏產業，將加劇呢個價格波動。跟住就長期嘅影響啦。長期而言減息降低孳息資產嘅吸引力。白銀作為貨幣同埋工業雙重屬性嘅資產將受益。若經濟復甦帶動工業需求，如電子、太陽能同埋電動車，價格可能穩步上漲。加上長期美元走弱同埋避險需求將帶動白銀上行嘅。若通脹控制不力，白銀作為通脹對沖將獲支撐嘅。歷史上，白銀對利率變動嘅反應同黃金係類似嘅，但更依賴全球製造業嘅週期。預期長期價格向上嘅，但需監測聯儲局後續嘅政策。
若持續減息呢，白銀可能追隨黃金創新高。根據 YouTube 最新嘅統計呢，睇我嘅片約有40% 嘅網友呢仲未訂閱嘅喎。咁如果你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請按下點讚同埋分享，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嚟嘅。歡迎大家留言喎，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跟住睇下大行對黃金白銀嘅預測。根據瑞銀一份報告，該行經紀商繼續認為黃金具有吸引力嘅，並喺全球資產配置中持有黃金合約部位。從瑞銀角度嚟睇呢，將中位數、個位數百分比約4至6%嘅資產配置到黃金係最佳嘅選擇。鑑於市場憧憬聯儲局即將放鬆貨幣嘅政策，美元因降息同埋地緣政治風險而走弱等利好嘅因素，瑞銀呢已經將其2025年底金價預測上調至3800美元。另外，德意志銀行呢已將2026年黃金價格預測上調至4000美元喎，理由係央行需求持續增長，美元下跌以及聯儲局獨立性嘅不確定性加劇。瑞銀分析師認為，隨着投資者喺經濟不確定性嘅背景下呢增加貴金屬嘅配置，白銀價格可能好快呢就觸及歷史嘅高位。該行指出，白銀具有獨特性嘅優勢嘅，不僅尋求對沖投資者對白銀嘅需求旺盛，工業用戶嘅需求呢也日益增長，尤其是喺太陽能板同埋電子產品生產嘅領域。今年至今呢，白銀價格已飆升約46%，超過黃金2025年至今嘅40% 漲幅。供應限制呢正在加劇上行壓力。瑞銀認為，隨着貨幣同埋工業驅動因素嘅協同作用，白銀價格可能咧好快就會突破2011年每盎司50美元附近嘅歷史高位。跟住咧就分析下點解年底之前咧有機會出現搶黃金同埋白銀。隨住實體黃金從傳統金庫中心加速流向新嘅目的地，倫敦黃金市場咧正面臨前所未有嘅壓力。2025年黃金同白銀市場咧趨勢表明，供應緊張正迫使投資者重新考慮其策略。根據2024年至2025年黃金市場分析，約有2000噸，相當於5600萬盎司黃金從全球金庫轉移到美國。呢個係現代金融史上咧規模最大實體黃金轉移之一。英國央行官員估計咧，流入美國嘅黃金約有一半，有2000至2500萬盎司嚟自英國嘅金庫嘅。如此大規模嘅黃金外流咧，凸顯咗全球市場格局嘅改變。市場分析師 David 斷言，從央行嘅儲備，主要係英格蘭銀行租借嘅黃金，正被用嚟咧暫時緩解市場嘅緊張。呢種機制可以緩解短缺嘅，但並不能解決根本嘅實體稀缺嘅問題。英格蘭銀行目前持有約1.3億盎司黃金，其中大部分呢由其他央行持有嘅。受央行影響嘅黃金同埋白銀投資嘅歷史趨勢表明，呢種託管安排呢喺需求旺盛時呢會使管理變得更加複雜。值得注意就係，金融時報最近報導，倫敦實體黃金交付延遲咗4至8個禮拜。對於一個以流動性著稱嘅市場嚟講咧，呢種情況咧實屬罕見。雖然黃金咧面臨巨大壓力，但白銀供應限制咧似乎更為嚴峻。據報導，倫敦金庫儲量約8億盎司嘅白銀，但呢個數字咧掩蓋咗更複雜嘅現實。自2024年12月以嚟咧，約有1.3億盎司白銀從倫敦金庫中提取。呢個意味住幾個月內咧，白銀儲存減少咗16%，威脅到市場實體支援嘅穩定性。喺金庫中剩餘嘅7.22億盎司白銀中咧，有5.24億盎司
由 ETF 持有嘅。咁理論上咧，流通量咧僅為1.98至2億安士。專家認為咧，實際可用嘅鈀數量咧可能要少得多。分析指市場上實際可用嘅鈀數量咧可能不到3000萬安士。租賃費嘅上漲約20%，進一步反映咗立即擁有實物所支付嘅日價。與黃金唔同，各國央行咧並不持有鈀儲備嚟緩解短期供應嘅緊張。呢種做法意味住鈀失去咗一個至關重要嘅安全閥，使得鈀特別容易受到供應衝擊嘅影響。每日咧有300至500萬安士鈀以實物交換合約嘅形式進行交易嘅。呢啲工具咧加速咗現有庫存嘅消耗。倫敦鈀市場也顯示，現貨需求量為50億安士，而其實際嘅庫存咧卻有限嘅。呢種嘅不平衡咧，引發咗人們對其滿足交割需求能力嘅嚴重嘅擔心。咁納指嘅科技股咧不斷創新高。喺前邊嗰幾集咧我都提過㗎啦。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一份報告顯示，至今為止咧95% 企業人工智慧計劃咧都冇為企業帶嚟呢個回報嘅，就係呢個零回報喎。相信要睇到啲企業獲得盈利咧，仲要等好長嘅時間。加上 OpenAI 執行長 Sam 最近嘅評論，佢認為人工智慧熱潮咧具有一啲類似泡沫嘅特徵。呢個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爆破之前咧十分相似嘅。網絡泡沫時代，著名分析師 Henry 預測，人工智能 AI 嘅產業咧恐怕會出現泡沫爆破喎。儘管佢承認難以準確判斷時間，同呢個2000年科網股爆破之前咧有不少相似之處喎。估值咧被過度炒作，龐大嘅資本湧入，以及對未經驗證嘅技術嘅盲目追捧。正如當年好多憑 .com 名稱就吸引數十億美元嘅公司，如今 AI 初創公司同樣缺乏獲利能力嘅情況下，籌得驚人嘅資金。儘管 AI 確具有改變世界嘅潛力，但當前嘅狂熱咧正重現當年非理性嘅繁榮景象。當時嘅科網股、概念股因無限嘅增長承諾咧暴升，但最終咧喺2000年就崩潰啦。股市市值蒸發咗數萬億美元。Henry 建議大家應保持謹慎。佢認為咧，若果 AI 應用推廣停滯咧，可能喺1至2年內咧重演科網泡沫爆破嘅情況。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察覺到㗎啦。近年通脹咧越嚟越高喎。當關稅全面執行嘅時咧，相信通脹咧將會升得更高添。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咧價格不斷下降，企業裁員潮增加，多國嘅戰事咧越演越烈，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AI 人工智能熱潮咧，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爆破之前咧十分相似嘅。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咧，美元咧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50%。滯脹咧會引致股災嘅，股災咧又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咧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咧，相信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咧，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板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係黃金板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板咧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7663美元，板咧亦會升至118美元喎。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
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